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宇拍案惊奇的直播，追踪每日新闻，请您订阅我这个新频道大宇拍案惊奇。我看到直播聊天室里啊，有朋友在说，因为小鱼认识了大宇，非常荣幸啊，感谢您。但是呢，我同时也想吐槽一下哈，我2019年就开始跟香港的反送中了，然后呢，跟着疫情，跟着2020年的美国大选，您才认识我，看来这个我自媒体做的还是不好啊。原来呢，我是在新闻拍案惊奇那个频道。后来呢，换到了这个大宇拍案惊奇，因为这个频道需要盈利嘛，要自力更生嘛，所以呢，要换频道，那换到了这边。那有些观众呢，确实是新观众啊，感谢大家的关注哈。但是呢，我不是刚做自媒体啊，您才认识我，对我来说，还是有点这个，我会想一想啊，哈哈，OK，开玩笑啊。那么在美国呢，于朦胧的事情啊，华人都在关注。我身边的很多在美的华人呢，都是了解于朦胧的这个案子哈。可是呢，美国人包括美国的情报部门，是不是都知道于朦胧呢？这个大家可能啊也都在这个关注。那我呢看到了一位朋友的分享，他是在 Thread 上面。这位朋友呢，他的 Thread 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写出来吧，在直播聊天室里啊，我分享出来，叫这个名字。他呢写了一段话，说问了自己认识的一个人，这个认识的人呢是一位在美国某个职能部门做工作的，听起来呢是一位官员啊，但是呢他没有明说，没有说他的名字和岗位，而且他说了，不是说朋友因为高攀不起，他有这么句话，反过来呢，就证明他朋友确实啊身居高位，而且呢听起来是美国人，因为呢他是从这个英文翻译过来的。他说呢他自己的翻译呢可能不太准，但是呢这个事情啊大概就是这么个事情。他说呀，根据他朋友的介绍，美国的一些组织，包括 FBI，呃，他问啊，就知不知道这个事儿？他朋友啊，就给他一个回复，说呢，他们知道，但是呢，他们觉得事儿太小。哎，这个朋友就马上就问哈，就说这个事儿太小吗？不是有扒出了什么资金链呢，包括洗钱呢？那什么才算大事啊？于朦胧这事儿不算大事儿，什么才是大事儿啊？是吧？那么这位他的身居高位的美国朋友就回答说呢，并不是说这个事儿整个都是小事儿啊，就说呢，于朦胧这个案子本身是小的，但是这是美国人说的啊，但是呢，他后面牵扯的事儿比较大。以前呢，他说呢，FBI 等等啊，他说以前这情报部门呢就都知道，但是呢，中国人不知道。那这位分享的网友说呢，他不太理解，那就跟那个朋友讲啊，说那你的意思是，美国的情报部门注重这个于朦胧案背后的产业链是吗？但不注重于朦胧本人的遭遇，还是我们讨论没有抓到重点呢？然后呢，他的朋友就回答说呢，对，你说对了，就于朦胧背后的事儿被美国的情报部门关注，但是他本人不被关注。他就说呀，你看了这个爱丽丝郭的案件了吗？这爱丽丝郭是美国的一个这个案子哈，就是这个我先不讲哈，就说呢，他说你看了爱丽丝郭的案件吗？然后呢，这位分享的朋友就说呢，读了。他说这跟这有关吗？然后呢，他美国身居高位的朋友又说啊，那你看一下彭博社的一些原创的一些新闻、一些报道。他说呢，就我会去看哈。然后他建议，就他这个美国朋友就给他建议说，你看一下这 Van Zeller 的这个秀。然后呢，他一头雾水，因为他不知道 Van Zeller 是谁。那他美国朋友跟他说了之后呢，他说好，那我去听一下。最后呢，两个人就是把这话结束了。当然，在结束话题的最后时刻，他的美国朋友给了他一个建议，说呢，你啊要把于朦胧的事儿带到街上去。他一下就慌了啊，就不是一下就糊涂了，说什么叫带到街上去都不懂了。他所以呢就发出了这个整个的对话，放到了 Thread 上面，希望大家呢给他解读，就说他不知道他的美国朋友到底是什么意思。结果呢，我看呢留言区啊就众说纷纭
大家呢就是各抒己见哈，真的引起了一波讨论。那我挑了2个比较就是说的比较明白的讨论呢，给大家分享哈。这2位朋友呢，一位这个朋友我没记哈 ，sorry 哈，这个朋友的名字没记。那这位朋友啊，他说呀，那这位美国朋友啊，说话方式比较隐晦，但是呢，并不能说他的这个信息量不大，其实呢，信息量还蛮大的。他说呢，这个 Van Zeller 其实呢是来自彭博社的一个记者，好像哈。这彭博社呢，他这个记者呢，专门关注国际性的调查呀、产业链分析啊，他有自己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呢叫做Trafficked with Mariana Van Zeller，就是呢，他主要是跟踪什么一些贩运是吧？走私啊、黑市啊、诈骗呢、资金链等等这些黑暗的产业链，它主要是追踪这些事情啊。这个节目风格呢，就是深入拆解各个产业背后的地下体系，能够把一整条的产业链都能说清楚。所以说呢，这位美国朋友分享的呢，就说于朦胧事件背后的这个产业链、政治，它的这个洗钱的金流是重中之重啊。那带到街上的意思呢，就是说希望把你们挖到的，就是于朦胧背后的产业链、政治还有现金流这些东西啊，摊到明面上，公开出来讲啊，这个是他的意思啊，这是这位朋友的解读。那另外一位朋友啊，他对这位美国朋友的解读呢是这样的，这位网友呢叫 Tiger16016646，他说呢，我的理解是，这位美国朋友讲的是人权问题啊，于朦胧背后呢，这个案子背后有很大的这个大佬，还有黑暗的事情，但呢，这些并没有触犯美国本身直接的利益，因此呢，对美国来说不算大事啊，这是他的理解。想美国和国际社会关注甚至干涉，那大家的声势啊必须更大点，反抗情绪要更强烈、更明显。比如上街让世界瞩目，让世界媒体知道啊。而自己之前呢有一个没有风险的思路，就是呢在 Twitter 上刷热搜，如果热搜连续霸榜，那自然关注的人就更多了。可惜呢，现在啊响应这个在 Twitter 上刷热搜的这个朋友不多啊。谢谢这个各位朋友的捐赠哈。XXY， 谢谢。那另外呢，其实呢，我还摘录了一个朋友的，这位朋友呢叫 G8G8 哈，其实3个朋友，那这第3个朋友啊，第3位网友吧啊，他的分享是这样的，他理解这位美国朋友的讲话呢，就说，要重点追查邪恶的产业链，比如像这个中检科技上这个黑科技哈，逼迫某些性别的人呐。代孕啊，然后呢，用他们的后代，然后抽取什么东西啊，然后诈骗啊，然后是这个甚至啊贩运某种这个具体的这个生命啊，这都是非常的巨大的问题和犯罪。他说呢，如果被害者有很多国家，那这种被爆的这种大的新闻呢，就会引起国际重视。像上次啊。就最近就上个月嘛被美国跟韩国联合处理的那个园区哈，因为有个韩国人出事了，结果呢韩国政府介入，这个事儿呢就被捅开了。然后美国其实早就在追踪他们，因为这个韩国人这事儿呢，就美国这边就跟进，把这个事情就给这个搞定了，是吧？所以呢，这位网友 G8G8 他认为呢，这个名字起的有点怪哈。OK， 那他认为呢，这个要多多挖背后的黑色产业链才是重大的突破口。如果能找到这个798被关押的被害人，那也是重大突破啊。那所以呢，网友根据这个美国的这位朋友的观点各抒己见。我看呢有一些朋友是刚进来是吧？那我给大家呢再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位美国朋友的说法。他主要呢就说了2个事儿哈。那第一个事儿就是说呢，美国的 FBI 包括美国一些组织都知道于朦胧的事儿，可是呢对他们来说，这于朦胧本身不是大事儿，他们关注于朦胧背后的事儿。那于朦胧背后什么事儿啊？那这位朋友呢给这个问他的中国人呢提供这个华人吧，华裔哈，
提供了一个线索，就说你去看彭博社的一个节目，这彭博社的节目就是来自 Van Zeller 这位主持人、这位记者的。那 Van Zeller 呢，他的主持这个节目呢，主要是深挖产业链背后的种种黑幕哈。那包括各种各样大家能想到的诈骗、黑市、走私是吧？包括贩运什么东西哈，都有啊，死的活的贩运啊都有哈。所以呢，这些事情啊，这个节目里都有触及。所以说呢，他给了这个建议啊，就等于说呢是一个方向是吧？那么第二个角度呢，他说呢，你要把这个事儿啊，你发现的带到街上去，意思呢，你可能要曝光出来哈。所以呢，这个有网友啊就各抒己见，刚才呢就跟大家分享了3个网友的普瑞堂全保黑参呢，是我长期跟大家分享的产品。有位新加坡观众叫凯蒂，他说呢自己买过普瑞堂全保黑参的原参，口感纯正，每天呢吃半根，整个人状态提升啊，精神饱满。还有位美国观众叫琳达，说自己有糖尿病，每天呢也是吃半根，吃过2盒原参之后啊，血糖下降。观众 George 夫妇啊，一起服用黑参已经有1年了。那先生呢也是有糖尿病啊，吃过黑参啊之后呢，血糖变得稳定。那么很多人反馈啊，说都是这个吃黑参呢需要吃半根，你只吃1点呢，可能是这个效果还一般哈，要吃半根啊，很多朋友是这样反馈，每次吃半根。那么还有一位朋友说呢，以前呢每天只吃1/4根，甚至更少，那效果呢似乎不明显。后来呢改为早餐之前呢空腹吃，每天半根，精神和体力呢一下子就明显改善。他说每个人呢体质不同，大家呢可以试试看哈。他说呢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不要对不起自己。那我给您推荐的这个普瑞堂玄宝黑参原参呢，它是采用的是韩国的高丽参，6年生的韩国高丽参，一盒满满10几根，那么每一根呢都是整颗原参哈，连那个人参的须子都在哈，整颗的原参，一盒满满10几根，到年底了也是赠送朋友的好的选择。您现在呢就可以点击我节目分享出来的链接购买，在直播聊天室置顶，在直播之后呢也会放在留言区置顶。那么结账时呢，请使用我的优惠码 DY2023，可以享受全球免费邮寄。网站上任何一个产品，您任意购买满500美元，就能获赠黑参原参1根。OK， 好，那么我这个广告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哈。OK， 我们接着说刚才保密局的事儿哈。那中共官方呢是11月26号发布了多项国务院的人事部门的调整。那其中呢，国家保密局的局长还有一名副局长呢，同时被免职。这个内情呢引发了公众的揣测。中共的国家保密局还有国家安全部过去比较低调哈，那近期呢都是在台上高调互相之间在争夺话语权。那这方面呢是大家认为的可能是被这个保密局人员有调整的原因之一但是呢这一方面呢也只是大家的猜测并不是说人们的这个确认的哈。OK， 这对刚才的黑参是韩国制，是韩国产品好，谢谢 James 哈。那它是有另外的原因的，什么原因听我说哈。那么具体任命的包括任免的人一个叫沈阳的人担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秦和担任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副局长，裘保利担任了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副局长，然后呢还有个叫宋功德的担任了国家保密局的局长，还有一位叫刘昌盛的担任了重庆大学的校长。那这其中呢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宋功德他是国家保密局的局长，被中共呢免职了。另外被免职的还有一个保密局的副局长叫史英利。那宋功德是担任，不是被免宋功德是新任的国家保密局局长，被免去保密局局长职务的是李兆宗李兆宗。另外一个呢被免去职务的是保密局的副局长叫史英利那根据公开资料，宋功德呢是1971年出生，担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法规局局长、副局长，还有机关党委书记等等职务，是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和教授，以及北大软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那被免职的李兆宗呢，出生年月不详，
那担任过中办的机要局副局长、国家密码管理局局长。2021年3月到2025年11月担任保密局局长。他是中共的20届中央委员中共的第20届中纪委委员啊。同时被免职的保密局副局长呢叫史英利，他的出生年月也不详。那担任过这个中央办公厅的人事局副局长、机关党委副书记。2023年8月到2025年的11月升任了保密局副局长啊。刚才提到的呢都是2个被免职的，还有1个升职的哈。那么被免职的李兆宗还有史英利，他们的出生年月都不详，这符合保密局的惯例。可是呢，被新推上去的宋功德呢，是1971年出生，这个呢是公开的，而且先前的履历呢，很多人也都知道。因此呢，宋功德我觉得呀，他可能是一个过渡的职务，之后呢可能会有人代替宋功德。因为另外2个人呢，他的这个出生年月包括各方面都保密比较详细的，这是保密局应该是这样的哈。那宋功德呢，他的个人信息是比较多的，在公众呢看来呢也是比较公开的，所以呢，对于这个中共的惯例来说呢，我觉得宋功德可能是临时担任这个职务。那中共的保密局还有中央的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它呢是一个机构2块牌子啊，一个呢在中共中央直属下面，另外一个呢是在这个我看哈，应该是对，一个是中共中央直属，另外一个应该是由国务院吧，是吧？是不是应该是由国务院是吧？那其实呢它是一个机构，只不过呢挂2个牌子而已。那为什么免职？一方面呢有可能呢跟国安部的这个批评有关，因为国安部啊，它在今年以来，也许2个部门之间也存在争权的问题，所以呢，他批评保密局是涉密单位，当然他没有直接点名保密局哈，但是呢，他是把这个单位叫成涉密单位，人们呢对号入座，就认为他说的是保密局。涉密单位涉密不守密啊，失管又失控，保密责任比较这个有疏失哈。有重大的保密责任，那这是大家认为的，可能呢他涉嫌这个失密哈，同时呢跟国安部有这个内部的争斗，所以呢这个保密局呢换人，但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更直接，就是呢11月25号，中共呢有一个绝密的录像流传出来了，这个绝密录像是关于64 38军的军长徐勤先他的秘密庭审的画面被曝光。那这个秘密庭审的画面呢，先前保留了30多年，就64当年到现在，其实也不能从那点，其实90年的录像，90年审他的哈，90年的录像到现在时间也很久了，对吧？但是呢，到现在本来你再过10年也应该保密，可是没有被公布了，那这里边呢就有问题。因此呢，这个徐勤先啊，昨天他的录像彻底曝光，6个多小时的庭审录像，整个都公开出来。那么在这个录像的整个画面啊，包括内容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徐勤先这位军长啊，他是义正言辞啊，讲自己不要做历史罪人，讲啊，在北京当时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个群众里边既有好人，也有坏人。既有不同职业的，也有学生，所以你叫他去打谁，你叫他去针对谁，当时你如果军队开火的话，一定会有误伤。所以呢，徐勤先啊，他就是坚决拒绝开火。因此呢，在90年啊，他就是遭到中共的秘密审判，判了5年的刑期，被关在了秦城监狱。他自己啊被关了一个走廊。后来出狱了呢，也是在石家庄的一个干休所被秘密的看守，被软禁哈，一直到2000几年离世啊，他是享受80多岁啊，所以徐勤先呢，他也是得到了比较相对也是比较高寿了哈。我想啊，像这些体制内的好人啊，他都会有好报的哈。那么11月25号，徐勤先的录像曝光，11月26号，中共就宣布保密局的局长和副局长被拿下，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啊，
刚才说了几个原因，但是呢，最主要原因我觉得就是跟这个徐勤先他的录像露出来有关。那么这样看来呢，先前我们的假设呢可能就不成立了啊，就说有两种假设嘛，一种呢就是这个中共派系内斗啊释放出来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可能跟内斗不完全有关，也可能是有现在的当权派故意的释放出某种风向，让外界啊，让国际社会或者让中国社会知道这个中国要往哪个方向走啊。当然了，这个假设不成立，不代表高层的讨论没有。这个方面的讨论就是呢，未来中共的走向是要改革到什么程度，